先是沱江级的全面服役，现在首架 F-16 Block 70也回来了，台湾军力即将得到暴涨。就在近期，我们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 Block 70战机，其首架双座机已经正式亮相。报道称，这架编号6831的毒蛇之后，刚刚在南卡罗来纳州和德州完成了完美的验证飞行。看着报道中照片里那厚实的适性油箱紧贴在机背上，那种充满肌肉感的机身曲线真的让人看了流口水。但是大家也别激动，这架战机并不是现在立刻就会降落在花莲跑道。据小道消息报道，这架毒蛇之后，接下来会先在美国展开最严格的战术测评与换装训练。我们最顶尖的种子教官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卢克空军基地开着它，完成每一项性能测试和训练。等到教官们把这架飞机的脾气摸得透彻，把战术开发到极致后，他才会展开那段横跨太平洋的返台之旅。期间预计会与美军加油机进行20次空中加油，之后会先飞返花莲基地进行检整，然后再飞往台东志航基地。我相信现在全台湾的军事迷都在屏息以待，静静等待这架战机降落在志航基地的跑道的那一刻。届时台海的天空规则将被重写，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已经准备好相机要去基地外围接机了呢？但在各位出发之前，我们必须先搞清楚这架让美军赞不绝口的布洛克70到底凭什么被称为地表最强四代半。身为大炮巨舰的信徒，我必须大声告诉大家，火力才是男人的浪漫。在空战的世界里同样如此，所有的雷达、电站、逆踪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那一枚致命的飞弹舒舒服服地送进敌人的发动机里。而这次交付的 F-16 Block 70，它的火力系统算是 F-16 系列里最暴力的存在。我们先不说别的，光是它能挂载的那些神级武器，就足以让任何对手在起飞前先写好遗书。首先是空战中的长城死神 AIM-120C8 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大家知道这飞弹有多恐怖吗？它不仅仅是射程远，更重要的是它的脑袋与以往相比变聪明了。即便是在强大的电子干扰环境下，它也能像非洲猎狗一样紧咬敌人屁股不放。再搭配着 F-16 Block 70的全新导引软件，我们可以实现极远距离的降维打击。简单说就是，当敌机还在100公里外看着雷达屏幕上的雪花发愁时，我们的 AIM-120C8 就能悄无声息地加速到4倍音速，直接给敌人凌空打爆。其次，再来看看近战格斗的盲区杀手 AIM-9X 响尾蛇飞弹，这东西配合上 GHM-CS2 2代头盔瞄准系统，我愿称其作弊神器。以前的飞行员要摇尾要追踪，现在呢，飞行员眼睛看向哪里，飞弹的红外线导引头就转向哪里。哪怕敌机在你的侧方，甚至稍微偏后方，只要飞行员能看得到，他就能把目标锁死。这种目视即锁定，锁定即射击的快感是语言无法描述的。但你以为布洛克70只是空战强吗？错了，它对海对地的打击能力同样是毁灭级的。比如其挂载的 AGM-84HK SLEM-12 长程距外攻击飞弹，270公里的射程，代表着 F-16V 可以在台湾领空内直接对深远的敌军指挥所进行精准点名，这才是我们最应该关心和发展的武器，完全符合我们对强大武力的所有幻想。接着 F-16V 还能挂载让敌方雷达瑟瑟发抖的 AGM-88B 反辐射飞弹，只要敌方的防空雷达敢开机， AGM-88B 就会顺着电磁波直接撞上去，把对方的防空网瞬间瘫痪。随后挂装的 AGM-154C 滑翔炸弹，敌人是想跑都跑不掉。AGM-154C 虽然没有动力，但靠着高空投射的惯性，其能滑向上百公里，悄悄地敲掉敌方的碉堡。这哪里是战斗机，根本是一座会飞的导弹发射平台。我看着 F-16V 这些武器清单，心里只有一个字：爽。这些年我们买了那么多武器，终于看到回报了。而且布洛克70这种全能型的火力输出，正是我们守护家园最硬的底气。不过空有强大的拳头是不够的，因为一个瞎子拳头再重也打不到人。所以这架毒蛇之后，最让敌人感到恐惧的其实不是它的飞弹，而是他那双能看穿一切伪装的眼睛。在现代空战中，谁先发现对方，谁就拥有了80%的胜算。因此很多人说 F-35、歼20那是逆踪战机，F-16这种非隐身设计看得到吗？我告诉你，能。据悉，我们新购的 F-16 Block 70战机装备的是传承自 F-22和 F-35雷达技术精华的
AN/APG-83 SAB-2 主动电子相位阵列雷达。虽然受限于 F-16 级别的尺寸，它无法像大型战机那样拥有超大功率，但它强在算法与多目标搜索模式。在 APG-83 面前，对手的隐身优势会被大幅压缩。它拥有专门对付低雷达级面积目标的扫描模式，能在极度复杂的电子干扰中把那些微弱的回波给捞出来。只要对手露出破绽，雷达就能死死咬住。但说实话，单靠雷达跟5代机硬碰硬或许有挑战，但别忘了，我们这架 Block 70还有一手隐藏的大招，那就是军团红外线搜索追踪夹舱。这东西太神了，它不靠发射无线电波捕捉目标，而是通过捕捉敌机发动机排出的热气以及机体蒙皮与空气摩擦产生的热能进行锁定。所以即便是 F-35 歼20的雷达逆踪做得再好，它的发动机总要喷火吧，它的飞机总要隔空气摩擦生热吧。在 IRST 的红外线视野里，它们就像是在黑暗中移动的暖炉，清晰可见。而且由于它不发射无线电波，所以它是完全沉默的，对手根本不知道有人在看它。当雷达与 IRST 结合，就是我们破除逆踪神话的终极底牌。另外，这次 Block 70还标配有 AN/ALQ-254 蝮蛇之盾内嵌式电站系统，这可是真正的黑科技。它能同时监测360度的危险，一旦发现敌方雷达锁定我们，它能瞬间射出数字化干扰波，让对方的雷达幕变成一片大雪花。你们想想看，一个能看得比敌人远，能看穿对方伪装，还能让对方打不中的空中怪兽，这不就是我们台湾空军最梦寐以求的最强防线吗？我敢说，有了这套系统，我们的飞行员在面对任何国家的5代机时，心里那种自信感绝对是爆棚的。既然 F-16V 这么强，那它在实际作战中到底会怎么部署呢？它背上那个式型油箱，除了装油，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战略用途呢？聊完了雷达和电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在那架机号6831的美照里，它的背上有2个鼓鼓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像骆驼的风。没错，这就是让 Block 70战斗力产生质变的关键，式型油箱。这2块贴在机身上的油箱能额外提供近3000磅的燃油。或许有人会问，不就加个油箱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你就外行了。传统的副油箱是挂在机翼下面的，不仅增加阻力，还占用了挂飞弹的位置。而这个大驼峰直接长在 F-16V 的机背上，对空气动力学的影响非常小。最重要的是，它空出了机翼下的挂架，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 F-16V 可以满油满弹出击，不用在续航力和火力之间做痛苦的选择。根据计算， F-16V 的最大航程可以达到4100公里，这是什么概念？从台湾起飞，它能直接飞到北京，还能顺便绕个路去上海喝杯咖啡再回来。当然，我们是防御作战，但这强大的续航力对我们守护东部基地至关重要。有了这66架正式驻防在台东制航基地的 Block 70，东部外海将变成海上的新禁区。挂载着美制 AGM-84L1 鱼叉反舰飞弹的 F-16V 可以长时间在东部外海巡夜，配合我们台湾本土研发的雄风2型、雄3飞弹，那种空射饱和攻击的压力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承受的。只要敌人赶来，迎接他们的就是从空中、从地面同时射来的飞弹雨，这就是战略上的拒止能力。而且这次首架机返台前的空中加油训练也不是在演戏，这是在训练我们飞行员的战略转场能力。当战争爆发时，如果西部机场遭到打击，我们的战机可以迅速长程的转场到东部加山或制航的地下洞库，甚至在空中待命更久，等待反击的时机。这种生存韧性才是台湾防御最强大的地方。此外，我始终认为美国人的军工产品之所以强大，在于它的系统性的整合能力。而 Block 70不是一架孤立的战机，它是通过 Link 16数据链与我们的爱国者飞弹、预警机连成一体的超级网络。一架 F-16V 看到的目标，全台湾的防空系统都能同时看到。这种作战体系才是让对手感到无从下手的噩梦。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对台湾的防卫能力和美国的军援技术充满了信心？虽然我们目前还在争取 F-35，但说实话，在台海这种高密度的防空环境下，Block 70这种高 CP 值、后勤成熟的飞机才是我们现阶段最需要的。不过在此之前，我们也要客观地面对一些现实的挑战。虽然 Block 70性能逆天，但我们也要看到现实的一面。首先 Block 70最大的问题在于数量与消耗。我们买了66架新机，加上原本升级的141架，这支全球最大 F-16V 机队看似强大，但面对海量的无人机与旧式战机消耗，如大陆的歼10系列、歼11、歼16，
加起来可是好几千架，这就是典型的质量对抗数量。即便我们的飞机能一架打好几架，但是如果对方用廉价的无人机天天来疲劳轰炸，消耗我们昂贵的零件和飞行员的精力，我们也毫无办法。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开展台湾自研无人体系的原因之一。你们知道吗？现在台湾的空军飞行员真的很辛苦，大陆战机天天绕台，我们的飞行员就要天天起飞拦截，这不仅仅是飞机零件的磨损，更是对飞行员体能的极大考验。所以这66架新机加入台东直航基地，最大的意义在于轮换空间，让我们辛苦的飞行员能有更充足的休息，保证在关键时刻能以100%的状态迎战，这才是保证持续战力的关键。另外，大家也要注意到，虽然 F16V 很强，但它毕竟不是真正的逆踪战机，在面对日益成熟的远程防空系统时，它依然需要搭配整体体系来生存。我们不能让 F16V 去单打独斗，它必须配合地面的防空火网，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还有一点就是后勤维护，Block 70装备了大量尖端的数位航电，这些东西好用，但维修起来也非常精密。我们在台中的 F16维修中心能不能在战时保证零件不中断，才是决定这批飞机能飞多久、打多狠的核心问题。不过各位也不用太担心，我对台湾的未来充满乐观。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着全世界最优秀、最悍不畏死的飞行员。看着洛克希德马丁的工人们两班制，每天20小时在为我们赶工，你就知道台湾并不孤独。这66架毒蛇的归来，象征着台美军事合作的坚不可摧。当他们挂满了 ARM120 和鱼叉飞弹，在制航基地的天空拉出壮丽的白烟时，那种震撼力就是对所有侵略者最强有力的警告。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关于首架交付的 F16 Block 70，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觉得它在台海空战中能发挥一剑封喉的作用吗？或者你跟我一样，已经准备好要去台东基地外围蹲点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